耀君道德经院讲系列，老子智慧讲修下第49讲第49章，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引言：圣人之境，以心观心。圣人之道，超脱个体局限，于天地间构建起宏大的心之连结。这颗心不被个人好恶束缚，不困于一时一地之见，如广袤虚空，广纳万民心声。在历史长河中，古之圣王常微服寻访，倾听闾阎疾苦，便是以百姓心为心的生动注脚。他们深知王朝兴衰系于万民忧乐，唯有摒弃一己之私，方能洞察天下脉动。这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底层逻辑，更是道之智慧在人间的具象化用。原文与注解：无执之境，德化天下。原文：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善者无善之，不善者无亦善之，德善；信者无信之，不信者无亦信之，德信。揭示着深邃的治世与修身哲学。圣人不固执于自我认知的常心，将自身心欲拓展为万民心声的容器。对待善人，以善回应是自然流露；面对不善者，仍以善相待，则是德的主动化育，用包容与理解消解恶的种子，让不善者在善的浸润中回归本善，此为德善生成的过程。同理，信与不信的对峙，因圣人恒长的信德而打破，以真心感召假意，使不信者见生信之根基。德信便在这无差别对待中彰显力量。从注解延伸，这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智慧。在现实社会治理里，司法审判中对失足者的教育改造，便是不善者无亦善之的实践。人际交往中，对疑虑者始终保持真诚，慢慢赢得信任，契合不信者无亦信之的逻辑。圣人以无执之心，行德化之实，为世间构筑起温暖且具修复力的生态。愿修引导现实应用，以心换心，德润人间。在现实维度，以百姓心为心，可拆解为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的双重实践。于个人日常交往中，遇到不同性格、不同价值观的人，摒弃先入为主的评判，尝试理解其行为背后的成长环境、心路历程，便是无常心的修习。比如面对职场中行事风格迥异的同事，不急于贴好或不好的标签，而是观察其优势与困境，以协作之心接纳，能消融人际壁垒，营造和谐氛围。于社会治理，基层干部走访群众，深入了解低保户的艰难、创业者的迷茫、老年人的孤独，将这些百姓心纳入政策考量，调整帮扶措施，优化创业扶持，完善养老服务，便是以实际行动践行此道。当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将众生为念融入举手投足，善待的不仅是他人，更是在拓宽自身生命的厚度，让德善德信如春雨润物，滋养社会机理，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戒备。结尾互动语：回顾过往，你是否曾因对他人先入为主的成见，错过深入了解一颗灵魂的机会？那些被我们贴上不合群难以沟通标签的人，或许只是暂处人生的迷雾中。从今天起，选一个曾让你产生成见的对象，尝试放下预设，以开放的无常心去聆听，去共情，记录下内心从抗拒到接纳的转变，看看这份包容会为你和他人的生命带来怎样的涟漪。第50讲第50章，出生入死，三十有三。引言：生死大化，道之关照。人生如逆旅，生死是永恒的命题。老子以超然的宇宙视角，将生死置于道的流转中审视，打破世俗对生死的狭隘认知。远古时，人们对生死的恐惧源于对未知的迷茫，而老子揭示，生死本是自然循环，如同昼夜交替。但世间众人或因对生的过度贪恋，对死的盲目畏惧，陷入妄动执着的泥沼，为求长寿滥服丹药，为争名利陷入险局，在生死之间徒增无谓挣扎。这一章是老子对世人的警醒，引导我们回归道的本质，以安命守道之心穿越生死迷雾。原文与注解：生死之术，道之警示。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人之生，动之于死地，亦十有三。短短数语，道尽生死玄机。从注解看，出生入死描绘了生命从诞生便迈向死亡的客观轨迹，而三类十有三并非简单的数量统计，
而是对生命状态的深刻分类。生之徒是顺道而行者，顺应自然规律，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以平和之心对待生死。死之徒是被盗者，或因先天禀赋薄弱，或因后天肆意戕害生命，加速死亡进程。最可叹的是，动之于死地者，本有生之机缘，却因盲目冲动、贪念炽盛，主动将自己推向危险境地，如贪腐官员因权欲陷入法网，冒险者因盲目挑战极限丧生，皆是此理。这背后是老子对道与妄动的辩证思考。道赋予生命存在，妄动却破坏生命平衡，让生死天平向死倾斜。在医学领域，许多疾病源于不良生活习惯与情绪妄动，便是动之于死地的现代诠释。社会新闻里因意气之争引发的暴力冲突，也常将参与者拖入生死困境，印证着老子的智慧。愿修引导，现实应用，守道安命，行稳致远。修学此章于现实有多重指引。修身层面，遵循自然节律，便是守道。晨起顺应阳气生发而作，夜晚跟随阴气沉降而息。饮食上应四季食材之变，不贪凉食辣损伤脾胃。情绪中觉察愤怒、焦虑等妄动情绪的滋生，以冥想、太极等方式回归平静，如同古老的养生智慧五禽戏，模仿自然生灵姿态，调和身心，让生命顺道生长。社会层面，政策制定者以道为纲，不盲目追求短期政绩而透支生态民生资源，向生态保护政策守护自然生机，社会保障制度托举生命底线，便是为众生守生之徒的环境。于个人行事，面对抉择时，权衡冲动带来的风险，如投资不被高收益冲昏头脑，人际交往不被情绪左右出口伤人，以理性与敬畏之心远离无谓危险。在平淡日常里体悟生死并非终点，而是道的一次循环，便能在晨起暮落间安享生命本真的美好。结尾互动语：生死有命，顺道安然。这看似简单的8个字，背后藏着对生命规律的深刻敬畏。回想过往，你是否曾因一时冲动踏入危险边缘？那次经历给你留下了怎样的生命体悟？从现在开始，记录下生活中那些容易引发妄动的场景，如愤怒时的争吵冲动，投资时的盲目跟风等，尝试用顺道而行的思维重新应对，观察内心焦虑与危险概率的变化，分享你与生死大化和解的故事。第51讲，第51章，道生之，德处之。引言：道德化育，万物归宗。天地鸿蒙初开，道为根源，德为滋养，万物由此而生，由此而长。这一章，老子为世间万象锚定了存在的底层逻辑。道是无形的本，德是有形的用，二者如影随形，化育天地人生。纵观历史，农耕文明遵循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的道之节律，德处之以阳光雨露、土壤肥力，孕育出五谷丰登。传统建筑顺应天人合一的道，以德处之以木材、砖石的特性，构建出榫卯相系的安居之所。在现代社会，科技发展看似离道甚远，实则每一项创新皆需遵循自然规律。道依托材料、技术的支撑，德处方能落地生根，这便是道德力量在当代的延续。原文与注解：道德经纬，编织万象，道生之，德处之，物行之，事成之，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，精准勾勒出万物生长的轨迹。道如无声的指令，催生万物从无到有。德似温柔的怀抱，给予万物生长所需的能量与养分，让种子破土，幼苗抽枝。物行之是道与德作用下的具象化，使无形的生机凝结为具体形态。花开花落，鸟飞鸟还，皆在此中。事成之则是外在条件与内在生机的合力，如风力助种传播，环境促生物演化，推动万物走向成熟。正因如此，万物对道与德的尊崇与生俱来。自然界中，树木向阳生长是遵道顺应阳光引力规律，贵德汲取阳光能量。人类社会里，孩童对知识的好奇，对良善的向往，也是潜意识里遵道贵德的体现。从科学角度看，生物进化遵循自然选择道，依赖基因遗传与环境适应得处，更是对这一规律的现代佐证。愿修引导，现实应用，道德共振，和谐人生。在现实修习中，
理解道生德养，可从微观生活与宏观事业双向发力。生活力，观察一粒种子的成长，春天播下时，顺应节气道是前提，而后浇水施肥得处，看护照料物行之，事成之，最终收获果实。这一过程映射着人生轨迹，我们顺应时代趋势到选择职业，凭借自身努力与他人协助得处成长，在机遇与挑战事成之中成就事业，皆是道德化育的体现。践行层面，以道为本，便是做事顺应规律。创业时研究市场需求、行业趋势，不盲目跟风。人际交往中遵循真诚、尊重的人性之道，不刻意讨好或疏离。以德为体，就是积极汲取养分。学习时如饥似渴吸收知识，困境中向他人请教，从挫折中总结，让德的滋养助力成长。当我们在晨起欣赏朝阳，入夜观察繁星时，感受天地无声的道生德养，在帮助他人投身公益时，成为德的传递者，便能让道德力量在生活中循环流转，共振出和谐美满的生命旋律。结尾互动语，生活中道生德养的痕迹无处不在，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，离不开阳光雨露。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，离不开知识浸润与他人帮扶。仔细回想，你身边哪件事让你对道德化育感受最深？是植物生长的奇妙，还是人际关系的温暖？接下来一周，尝试主动成为得处的给予者，给陌生人一个微笑，帮同事解决一个小难题，记录对方的反馈与自己内心的变化，分享这份道德共振的美好。第52讲，第52章，见其所白，守其所黑。一言，返本归元，心守真一。大道混沌，却藏宇宙根本，万物纷纭，不离本体生源。老子所言，天下有始，亦为天下母，为世人指明了回归生命本质的路径。在古老的哲学认知里，母是一切存在的根源，如同江河之水皆出一源，世间万象皆起于道这个本体。当我们在纷繁世事中迷失，追名逐利，心为物役时，如同梨园之水，渐失清澈与活力。子张教导我们要在喧嚣中寻回母的指引，知本守一，方能在生命长河中安身立命，如千年古树，深根固本，无惧风雨。原文与注解：知子守母，性命之基。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；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没身不殆，蕴含着深刻的认知循环与生命智慧。始与母，皆指道的本体，是无形无相却蕴含一切生机的根源。得其母，即领悟到道的存在与本质，以此为根基，便能理解世间万象子，明白繁华的都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，绚丽的科技是智慧与工具结合的结果，它们皆从道的本体生发而来。而复守其母，是更高层次的回归，知晓万象纷纭后，不沉迷于现象的绚烂，重新守住愿道的本体，让内心锚定在根源处，就像旅行者遍历山河后，回归故乡的宁静；学者钻研知识后，回到智慧的本源。如此，生命便有了稳固的根基，无论遭遇何种境遇，没身不殆，不会因外物的冲击而迷失，因挫折的打击而崩溃，如同大树深根于土，狂风难折。愿修引导，现实应用，守母静心，行稳致远。修学此章，在现实中可转化为修身与处世的实践指南。修身时，知母守母是觉察内心，回归本真的过程。当我们被愤怒情绪裹挟，子现象可追溯情绪根源，母为何愤怒？是需求未被满足，还是价值观被冲击？找到根源后，不陷入情绪的漩涡，而是守住愿内心的平静。复守其母，用理性与宽容化解愤怒，如同用源头之水稀释污浊。处事中，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，子现象，明白它们是社会发展的产物，得其母，理解其源于人类对价值的追求，但不被其奴役，坚守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。复守其母，比如职场晋升，可积极争取，但不搞权谋斗争，因明白职场发展的母是个人能力与职业价值的提升。日常行事，以简约生活对抗物欲膨胀，定期反思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如同清理心灵的杂物，让母的滋养顺畅流入生命。结尾互动语：知本守母，是一场与内心根源的深度对话。想想看，当你陷入忙碌的工作、
繁杂的社交，多久没有回归内心的宁静？哪些外在的子现象、欲望，让你偏离了母本心根源？从现在开始，每天设置10分钟守母时间，静坐、冥想，或只是安静的观察呼吸，觉察内心的波动，记录下那些让你回归本真的瞬间，分享你在知子守母过程中对生命本质的新体悟。让我们一起守护内心的根源力量。第53讲，第53章，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径。原文与注解：洁净之祸，大道之真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径，巢甚除，田甚无，仓甚虚。寥寥数语，勾勒出社会失序的图景。大道甚夷，指明道的本质平易正直，如同康庄大道，遵循规律，坚守正道，虽看似缓慢，却能行稳致远。民好径，则是人性中贪快、贪利的弱点作祟，妄图以投机取巧、违背道义的方式获取速成的利益。巢甚除描绘朝堂的奢华虚浮，官员不以治国安民为务，而以权谋装饰门面。田甚无显农田荒芜，百姓因社会乱象无心本业。仓甚虚皆粮食匮乏，民生艰难。这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如多米诺骨牌般，由好径的种子生发，结出社会衰败的苦果。从历史纵深看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争一时之利，行权谋，兴战争，好径，致使礼崩乐坏，民生凋敝，验证着捷径对社会生态的破坏。而文景之治时，统治者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行大道，便造就仓廪充实、百姓安居的盛世，凸显大道执行的价值。从现代社会观之，学术领域论文抄袭、数据造假等好径行为，破坏科研诚信生态，让真正的学术探索者举步维艰。商业世界虚假宣传、山寨仿冒等捷径手段，虽能短期获利，却透支行业信任，最终反噬整个市场。老子所言，既是对古代社会病象的诊断，更是对现代社会的警示。捷径是饮鸩止渴，唯有坚守大道，方能构建可持续的发展生态。愿修引导，现实应用，返璞守拙，正道执行。在当代修习此章，需从个人修身与社会参与双向着力，以返璞守拙之姿，行正道执行之事。个人层面要破除捷径思维的枷锁，回归踏实本真的生活范式。学习时，明白知识的积累无捷径可走，摒弃考前突击、作业抄袭等投机行为，像古代学子焚膏继轨、务穷年班、深耕细作，方能掌握真才实学，为立足社会筑牢根基。工作中拒绝职场政治、敷衍塞责的取巧方式，深知职业发展的大道在于能力提升与责任担当。主动钻研业务，真诚协作，如工匠打磨器物，每一刀每一凿都倾注匠心，方能在行业站稳脚跟，收获长远回报。就像传统手艺人，不追求批量生产的速成，专注于单件作品的精雕细琢，在时光沉淀中成就经得起推敲的经典。这便是个人修持大道的生动实践。社会层面需以大道为导向，重塑价值生态，让正道成为集体共识。教育领域摒弃唯分数论的短视评价体系，注重学生品德修养、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培养，引导学生明白成长的大道是全面发展，而非分数投机，为社会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。商业环境中加强监管与行业自律，打击欺诈、炒作等好径行为，倡导诚信经营、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，让企业明白市场竞争的大道是产品质量与服务价值，而非虚假营销，逐步修复市场信任生态。公共政策制定坚守民生为本的大道，不搞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，向生态保护政策守护自然生机，社会保障制度托举民生底线，为众生营造行大道的社会环境。于个人日常行事，面对捷径诱惑，如网络上一夜暴富的骗局，生活中不劳而获的机会，要保持清醒认知，以大道慎疑自警，坚定选择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路径。当我们在晨起时，踏实投入工作，不幻想躺平获利；暮归时，反思一日言行，摒弃投机念头，便是在为个人生命与社会整体修复大道的基石，让正道执行的种子在生活土壤中生根发芽。结尾互动语：捷径与正道
如同人生岔路的两条指引。回想过往，你是否曾因贪图快捷，选择过看似轻松的小径？那条小径给你带来了怎样的结果？是短暂获利后的空虚，还是投机失败后的懊悔？而当你坚守正道时，又收获了哪些长远的馈赠？是扎实的技能，可靠的口碑，还是内心的安宁？从现在开始，记录下生活中遇到的捷径诱惑与正道选择，分析它们对生活的影响，尝试在面对下一个捷径时，驻足思考老子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径的警示，选择正道前行，并记录内心从动摇到坚定的过程，分享你在返璞手拙正道执行中的故事与感悟。让我们一同守护大道，驱散好境的迷雾，走出属于自己的坦途人生。明德国学系列老子智慧讲修序第54讲第54章：善见者不拔，善报者不脱。引言：立德为基，德业永续。在人生与家国的宏大叙事里，见与报的智慧关乎根基稳固与传承久远。善见者不拔，善报者不脱，将个人修身、家族存续与国家治理锚定在立德筑基的底层逻辑之上。回溯历史，商周时期，祖先以祭祀彰显对德业的尊崇。从甲骨文中对德的占卜，到青铜器上记载的德行功业，皆在传递一个真理：唯有将德行深植于家族与国家的根基，方能穿越岁月动荡，让传承延续。于今时今日，无论是个人追求事业长青，还是国家谋求长治久安，这份立德为基的智慧依然是破局的密钥。原文与注解：深植根基，德则绵长。善见者不拔，善报者不脱。子孙以祭祀不辍。短短数语，道尽传承的奥秘。善见者是那些懂得在生命与事业中深植德行根基的人，他们明白，真正的建不是急功近利的搭建，而是像匠人修筑高台，一砖一瓦皆注入诚意，夯实每一层基础。古之贤相，如管仲、治齐，以仓廪实而知礼节为基，兴农桑，修教化，为齐国筑牢德政根基，成就九合诸侯的霸业，便是善见者不拔的鲜活注脚。善报者则善于以德行凝聚人心，抱持根本。春秋时期，鲁国严氏家族以德行传家为训，数代人坚守清廉礼义，即便历经战乱，家族文脉仍绵延不绝，这便是善报者不脱的力量。子孙以祭祀不辍，并非单纯指血脉祭祀的延续，更是德行与精神传承的永续。当家族与国家的根基深植于德业，后代子孙自然能在精神滋养中延续先辈的使命，让祭祀传承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。从注解延伸，根基深厚，包含3重维度：于个人是品德修养与能力积淀的双重扎实；于家族是家风家训中德行传承的牢固；于国家是社会治理中以民为本、以德行天下的坚守。如同大树，根系深扎于土，方能枝叶繁茂，抗风御雨。德业根基的深厚，决定着个人、家族、国家能否在时代浪潮中不拔不脱。愿修引导，现实应用，以运立德，深耕厚植。在现实修持中，善见善报可拆解为个人修身、家族传承、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。个人修身以愿力为种子，播撒德行根基。若渴望事业有成，便以利他为愿。职场中不单纯追求个人晋升，而是思考如何以专业能力为团队创造价值，像匠人打磨作品般深耕业务，积累的不仅是技能，更是靠谱的德行标签。日常交往中以真诚为愿，面对分歧不急于争辩，而是倾听理解，在包容中沉淀宽厚的德行。这些愿力驱动的德行积累，如同为人生大厦浇筑钢筋，让根基在日复一日中愈发坚固。面对职场变动、人际风波，方能不拔不脱。家族传承，构建以德为核心的传承体系。家族长辈可通过家风故事会，将祖辈的德行故事传递给晚辈，讲述曾祖父在饥荒年开仓济民的善举，分享祖父坚守诚信经营的商道，让德行传家不再是空洞的教条，而是鲜活的家族记忆。晚辈则以先辈为镜，在生活中践行德行。春节祭祖时，不只是形式上的叩拜，而是思考如何将家族德业融入现代生活，如以公益行动延续济民精神，以诚信创业传承商道。
让家族根基在代际传递中愈发深厚，确保子孙祭祀不辍的是精神与德行的永续。社会治理，国家与社会以民生之德筑牢根基。政策制定者如同善建者，在城市建设中不盲目追求面子工程，而是聚焦里子民生，完善老旧小区改造，让居民住有所安；优化教育医疗资源分配，让民众学有所教，病有所医。这些以民本为基的政策，如同为国家大厦夯实根基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。而社会层面，倡导德行共建，从社区互助养老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，让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成为善报者，凝聚起德泽万民的力量，保障国家与社会在时代变迁中根基稳固。结尾互动语：善建者不拔，善报者不脱，是一场关于根基与传承的修行。回顾你的人生，是否有一项坚持已久的美德或信念，如同一根定海神针，在风雨中守护着你？它可能是祖辈传下的诚信家训，可能是你始终坚守的利他原则，亦或是对知识报国的执着。试着梳理你的根基在哪里，是家族德行传承的滋养，还是个人愿力驱动的修行？又该如何让它更加深厚？可以为你的根基设定一个深耕计划，若根基是诚信，便每月记录一次因诚信带来的正向反馈，强化信念；若根基是利他，便每周参与一次公益行动，拓展德行实践。分享你的根基故事吧，让我们看见不同的善见善报路径，也在交流中为彼此的德业根基添土浇水，共同走向不拔不脱的永续传承。第55讲，第55章，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。引言：德厚若赤子，柔弱于千钧。在人性与德行的光谱中，赤子是最纯净的底色，也是德性圆满的象征。老子言：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，将深厚德行与赤子状态相连结，为世人揭示了一种以柔与刚，以纯化浊的生命智慧。回溯历史，孟子赞赤子之心，王阳明倡致良知，皆在呼应这种纯净本真。于当代社会，物欲喧嚣如潮，人心亦被染污，这份德厚若赤子的智慧，恰似一盏明灯，指引我们在复杂人世中守护纯真，以柔弱之姿行不可犯之事。原文与注解：纯德若水，柔弱胜刚，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。虽原文未完整呈现，却不妨碍我们解码其精髓。含德之厚者，内心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，纯净无染，却蕴含无尽生机。赤子的柔弱，并非软弱可欺，而是一种不争之争的力量，因而看似无力，却能以纯粹的依赖与信任，让成人甘愿守护。赤子的无欲无求，也不是消极无为，而是不被外物绑架的本真。饿了便哭，困了便睡，顺应自然的生命节律。从注解深入，难以被伤害，并非指物理层面的刀枪不入，而是精神层面的免疫污染。赤子之心，如同清澈的湖水，外界的尘埃虽会暂时飘落，却难以沉淀污染，因为其内在的纯净具有自我净化的力量。德性深厚者，便如赤子，面对世间的权谋、欺诈、冷漠，虽会遭遇冲击，却能以纯善之念消解恶意，以柔弱之姿抵御伤害，让德行的光芒穿透浊世。愿修引导现实应用，守赤子心，遇复杂事。在现实修持中，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，需从护纯真与化复杂双向着力，让赤子之心成为穿行浊世的铠甲，守护纯真，构建心灵净化系统。每日设定赤子时刻，如晨起静坐，观想婴儿的纯净眼神，提醒自己放下成人世界的算计与防备。睡前反思，清理当日沾染的染污。若因职场竞争产生嫉妒，便以赤子的无私重新关照，明白真正的成长无需踩踏他人。若因人际交往的误解心生怨恨，便以赤子的包容释怀，理解他人的过错多是无名所致。在生活细节中保留赤子式的热爱，如孩童般痴迷于自然，每周安排一次自然观察，看花开叶落，听虫鸣鸟叫，让自然的纯真滋养心灵。像孩子般好奇学习，不为功利，纯粹因热爱探索一门学问、一项技能，书法、天文、手工皆可，在专注中找回本真的快乐。这些净化行动如同为心灵安装过滤器，将物欲与纷扰隔离在外，守护赤子之心的纯净。以柔化刚，用纯真破解复杂，
面对职场的权谋博弈，不卷入争斗，而是以赤子的真诚沟通。当同事因利益纷争剑拔弩张，尝试用简单直接的善意化解。我们的目标不都是把事情做好吗？或许可以聊聊各自的难处。这种柔弱的真诚，往往能打破成人世界的防御墙，让复杂问题回归本质。遭遇社会的信任危机，不随波逐流怀疑一切，而是以赤子的信任传递善意。看到老人摔倒，像孩子般不假思索去搀扶，相信人性本善。面对陌生人求助，如孩童般纯粹给予帮助，不求回报。或许会遭遇误解，但持续的纯真传递，终将在浊世中点亮信任的火种。正如暴走妈妈陈玉荣割肝救子的纯善，曾唤醒无数人对亲情与大爱的信仰。结尾互动语：赤子之心是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宝藏，虽历经岁月，却从未消失。回想过往，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。何时感受到赤子之心？可能是看到新生儿纯净的眼神，唤起你对本真的向往；或许是在帮助他人时不求回报的纯粹快乐，亦或是在自然中忘却烦恼，纯粹沉浸的瞬间。而在面对复杂人事时，如何保护纯真和善良？是像孩子般选择性遗忘恶意，还是以柔弱之姿坚守本真？不妨制定一份赤子守护计划，每周做一件孩子气的事，如街头画画，为流浪动物每月读一本唤醒纯真的书，如《小王子》。窗边的小豆豆，用具体行动为心灵保鲜。分享你的赤子故事吧，让我们看见纯真在浊世中的力量，也在彼此的故事里重拾守护含德之后的勇气，以赤子之心行稳复杂人事。第56讲，第56章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引言：大智守静，无言胜言。在智慧与言语的辩证关系中，老子抛出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的深刻命题，为世人揭开大智若愚，守静无为的修行法门。回溯思想史，苏格拉底自称一无所知，却以追问启迪智慧。佛陀拈花，迦叶微笑，以无言传法，皆在呼应这种知而不言的智慧。于当代社会，信息洪流汹涌，人们习惯用言语争辩，用喧嚣证明。这份守静少言的智慧，恰似一汪清泉，能浇熄内心的浮躁，让真知在宁静中显现。原文与注解：静言关心，无为守志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短短数语，道破智慧与言语的本质关系。知者并非不懂表达，而是明白言不尽意。真正的智慧，如深邃的海洋，言语不过是海面的浪花，无法承载其全部内涵。故知者不言，是一种主动的守静，将智慧沉淀于心，不急于用言语彰显，如同成熟的稻穗，饱满却低头。言者不知，并非否定所有言说，而是批判那些为言而言的虚妄，不懂装懂者的夸夸其谈，为争胜负的口舌之辩，皆因内心缺乏真正的智慧，只能用言语填补空虚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则是修行的具体路径。堵塞感官的欲望入口兑，关闭外界的纷扰之门，让内心回归宁静，如同古之隐士，隐居山林，闭目塞听，在静中悟的真知。从注解延伸，知者不言，包含3重境界：不言以守真，不随意言说，守护内心的真知；不言以化人，以无言的行动传递智慧；不言以合道顺应道的无言，回归无为，如同天地孕育万物，无言却生生不息。知者的不言，是与道合一的修行，愿修引导现实应用，修静言功，勿无为志。在现实修持中，知者不言，需从守静、少言、关心3个维度切入，让智慧在宁静中生长。守静，构建无扰空间，每日设定静言时间，如清晨5到10分钟，或深夜静坐时刻，关闭手机，远离喧嚣，只与自己的呼吸和内心对话。在这期间，不思考工作，不规划生活，纯粹感受静的力量，如同给心灵做瑜伽，拉伸被纷扰挤压的空间。在家中或办公区，打造静言角落，摆放绿植，放置香炉或香薰，张贴少言关心的提醒语。当陷入焦虑或冲动时，躲进这个角落，深呼吸，让宁静的环境帮你塞其兑，闭其门，回归内心的平和。少言，践行，言贵精要。日常交流中，训练3思后言，开口前先问自己：这话必要吗？有益吗？真诚吗？
若答案是否定，便将言语吞咽回去。比如职场会议，摒弃为刷存在感的无关发言，专注倾听与核心问题相关的交流。朋友聊天，少些对他人的评判与议论，多些对生活的共情与分享。尝试一日少言挑战，每周选一天，除必要交流，如工作指令、生活必须，其余时间保持沉默，用微笑、点头回应。在沉默中，观察自己对言语依赖的破除，感受不言带来的宁静与洞察。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，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，倾听比争辩更能解决问题。关心、洞察，言外之志。当忍不住多言时，事后进行言后反思，记录冲动言说的场景、内容，分析背后的心理动机，是想证明自己，是害怕被忽视，还是单纯的情绪宣泄。通过这种反思，洞察言者不知的根源，逐步破除对言语的虚妄执着。阅读经典时，践行无言误读，读《道德经》、庄子等典籍，不急于解读，不强行阐释，而是闭目静思，让文字的智慧自然流入内心，如同春雨润田，无声却滋养。这种不言之读，能帮你触摸到文字背后的道，领悟知者不言的深层智慧。结尾互动语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是一场关于言与智、静与心的修行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我们习惯用言语刷屏，用观点争论，却忘了无言的力量。思考一下，你认同知者不言的智慧吗？是觉得在当代社会，不言会被忽视，还是相信大致无需多言？不妨做个小实验，在生活中尝试少言守静。比如在微信群里，遇到观点争论时，选择沉默观察；在朋友抱怨时，选择陪伴倾听。记录这些不言时刻内心的变化，是焦虑于没表达自己，还是安宁于守住了心？请分享你的静言故事吧。无论是一次成功的少言挑战，还是一场深刻的言后反思，都能让我们看见知者不言在当代的实践路径，也在彼此的分享中靠近内心安宁、大智若愚的修行境界。今日愿句：大道无为，愿心常在，以柔克刚，守真养德。愿修之路，与道同行，止于至善。